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轻舟已过万重山，白鹭的酒在逆袭路。2025年7月末，白鹭迎来了自己出道9周年的重要时刻。从昔日淘宝模特到今日娱乐圈顶流，她的9年之路是一段披荆斩棘的逆袭旅程，也是一幅有关真实与敬畏的精神画像。从毛衣女王到顶流花旦，一场逆风翻盘的蜕变。出道初期的白鹭并没有接受系统表演训练，她不是中戏北电的科班之星，更没有一出道就被大制作捧在手心。她的起点是在摄影棚里一天试拍200件毛衣，被称为毛衣女王的普通淘宝模特。然而，这份最接地气的经历却让她锤炼出最强的镜头感和镜前敏锐度。白鹭真正引发关注，是凭借招摇中红衣飒爽的魔教主陆招摇一角。没有标准化的戏剧腔，却有一种天然的生活感。她用非科班出身的劣势，反而塑造出最贴近现实的烟火气。周生如故里的崔时宜，警察荣誉里的夏桀，白鹭逐步跳脱出流量花旦的固有印象，靠一部部作品累积口碑。这一路走来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靠的是一场场硬碰硬的角色塑造，是每一个情绪到位、眼神落点自然的细节。真实是他的标签，也是他的武器。在娱乐圈盛行完美人设的语境中，白鹭却选择做一个去神话的存在。她在综艺节目中不修边幅，露牙龈大笑，毫不避讳地展示电音公鸭嗓，更将错别字风波在社交平台公开回应。这种不遮掩、不扭捏的真性情，让观众不仅记住了角色，也记住了她本人。心理学专家刘欣然教授指出，白鹭的公众形象构建并不是依赖高冷女神或完美女孩的传统套路，而是把自身的缺点与普通人共鸣点进行情绪连接，制造一种可亲感。双引号，粉丝评价她，白鹭不是在演一个演员，她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我们追的不仅是她的角色，更是她的成长轨迹。双引号，9周年不是庆典，是星粉命运共同体的体现。2025年的9周年庆典不再是单纯的舞台、灯光、签名照堆砌，而是一场深度情感运营的展示。他为临江仙粉丝精心准备定制钥匙扣、手摇饮等周边，每个小礼物的设计都由他亲自把关。钥匙扣上的刺绣他亲自审核，零食福袋中混入他代言品牌的产品，商业价值与情感认同被高度绑定。这种用心也带动粉丝产生更深层次的参与感，不再是追星打 call 的单向供给，而是陪他一起走江湖的同伴身份感。白鹭粉丝后援会还主动发起公益助学项目，将追星的热情转化为社会价值，形成爱偶像投身公益的积极闭环。更有粉丝将剧中人物猛言梗进行2次创作，反哺作品传播，令临江仙为播先火。新媒体研究专家陈慕云认为，白鹭构建的星粉关系是从偶像宠粉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典范，兼顾了经济收益与情感忠诚的双重回报。双引号，顶流的阴影、争议与误解是成长的代价，真正的成长从不是顺风顺水。白鹭在成名路上的争议，构成了她非典型顶流形象的重要一环。嗑瓜子错写成嗑瓜子，涌入勿谓涌入，这些文字低级错误一经曝光，立刻引发酒漏鱼风波，网络上掀起语言审判潮。更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的争议发酵，她曾自称男孩子，调侃角色造型太娘，被认为是在强化性别标签。危机公关方面，公司直接发布律师函以捂嘴处理，却适得其反，引发更大的反弹。社会评论人李爱清直言，公众人物的每一次发言，既是自我表达，
也是一种社会责任。白鹿团队的处理方式暴露出对社会语境的敏感度缺失。双引号，这些风波虽令人侧目，但也迫使白鹿团队与本人开始进行深度自我反思与修正。他在后续采访中承认，我还在学习，愿意接受批评，也感谢大家没有放弃我。双引号，非典型顶流的独特意义，真实与敬畏的续航力。当整个内娱在数据造假、精修美图、完美滤镜中泥足深陷时，白鹿以糙汉笑声、发胖芭比自嘲方式存在，反而成为一种珍贵的信任货币。观众越来越无法接受标准化偶像，他们渴望看到个体有缺点、有棱角、有情绪波动的人，而白鹿正好满足了这种文化转向。从艺人角度讲，真正的转型不是完美避雷，而是在争议中重塑边界，在公众监督中学会敬畏。他在警察荣誉中的表现就是一次能力上的再验证。夏桀这个角色沉稳、坚定、内敛，与他以往灵动活泼的形象截然不同，正是他用深沉的演技完成了一次自我革新。影视评论家秦若曦写道，白鹿不是在模仿成熟演员的路径，而是走出一条融合草根气质与专业演技的特殊路线。他的角色塑造不靠技巧取巧，而是靠情感投射打动人心。双引号，网友与专家共鸣，白鹿代表的是一种时代气质。社交平台上，网友们纷纷留言，他的笑容不像演出来的，而是真的很开心。他的错别字我也写过，他真的像我们身边的某个朋友。双引号，而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，白鹿的成功不仅仅是逆袭那么简单。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郝成教授指出，白鹿的崛起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产物，他掌握了用户共情的密码，不是塑造神话，而是呈现亲民真实。双引号，9周年之后，白鹿的万重山才刚刚开始。当粉丝刷屏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其实他面前的路才刚刚真正展开。错别字风波能否促使他静心补课？性别言论的反思能否内化为长期改变？当流量逐渐稳定，如何将演技升华为艺术表达？这些问题无法靠一次道歉、一次回馈或一次综艺露面解决，而是要靠他未来10年一部部作品、一场场演出，乃至一次次公众交流去积累答案。9年前，那个常州的普通女孩，因为没被韩国选中而落选练习生。9年后，她却以演员身份站在巅峰。她的故事不是完美剧本，而是一颗混着沙粒的珍珠，闪着不规则但动人的光。正如结语所言，我是白鹿，一个会写错别字，但让每个角色活在观众心里的演员。双引号，在这个盛行人设经济的时代，白鹿的价值在于，它让我们重新相信，真实、不完美，但努力向上的人，依旧可以被记住、被热爱。它不是完美答案，但它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提问。愿下一个9年，白鹿依旧笑得坦荡，演得真诚。轻舟未必已过万重山，但他已敢迎万众风浪。